好了，各位又来到了手残的提瓦特地理的深渊录像。那么这个离深渊结束还有一天，是吧？就赶紧掏出龙王来打一打，希望能够速战速决。那么上半的第一间这个龙王这个队伍呢，得益于龙王本身的强大，所以队友可以随便凑，我只是满足一下他的抗打断。我们开大之后啊，老登被击飞，老登不甘示弱啊，掏出了自己的棍子，然后迪奥娜一壶大招。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降低这几个元魔的伤害。啊，龙王开始尽情的输出，给这个三剑鬼们洗一洗。第二波巨云喷啊，但这个时候没有注意到身上的护盾已经消失了，结果被打断了施法，就很难受。这个时候终于再开一个盾，祥林丢出锅巴，龙王呢继续开喷啊。我这个龙王也是上古时代的产物，而魔偶见鬼啊，区区凡人的造物，怎么能与我抗衡呢？这个时间过去了大概40-50秒啊，三剑鬼的血量已经见底了。不得不说，这个龙王的 AOE 确实是有一定的优越性，基本上不用考虑什么走位就把三剑鬼给干掉。那么来到了下半是三神带一97人，那97人也是4星的神啊。这个4神阵容打下半感觉是比较绰绰有余。不得不说，在面对这些人形怪的时候，我们这个叶天地强大的吸力啊，真的是为战斗的降低了不少难度，是吧？你跑开就给你吸回来，然后呢，小草神和97人疯狂的输出，这个哎呀，这下这个血量没有控制好，感觉是浪费了一大堆时间啊。但是不要紧，觉得我的下半的这个输出应该是够的。迷之自信应该是够的。好，让我们加一加速，水神开大，草神也开大啊！双神大招一开，对吧？然后叶天地一吸，啊，快速的就解决了。现在还吸到了2个火枪兵啊！下一轮开出来之后呢，在这个花里胡哨、稀里哗啦、噼里啪啦的一顿进攻当中，这个静姐的血量居然只下到一半，我就说我这个 DPS 肯定是够用的了。好的，然后水神继续开大之后呢，留出了8分12秒左右的时间打冰封一人，这个时间应该是绰绰有余。毕竟这个冰封一人的组合已经连续打了2期深渊，打了也好多遍了，加上有叶天地这种强力的控制帮助嘛，真的是比打另外一个没有叶天地的账号要舒服很多。这个阵容主打一个什么，就是没有任何的轴，谁好了就丢技能，连滚键盘，我觉得非常强。实在是可以，然后还能打出摔伤，大大提高了这个攻略的效率。果然这个时间还有7分半就结束了战斗啊，可以说是比以往都要打得快一些啊。然后来到第2间，那么第2间相对来说会有一个破盾的烦恼，因为破盾的话只能靠香菱和钟离，然后香菱还不太冲得上人啊，就需要一些手法，但是我又是一个没有手法的玩家，所以就是凑合着打吧这样子。而且这个冰封组曲给龙王身上挂上了这个就是什么冰附着之后，龙王的这个蓄水珠的时间会有一些略微的差异啊，这手感会变得有点怪怪的。所以这个上半的战斗就显得格外的泥泞啊，感觉这个香菱的挂火也不太帮得上忙，大家就是有一喷没一喷的这个进行的，还时不时的要被冰封曲组的护盾打断可以说如果没有带这个对应的破盾角色的话，确实会对这个龙王这样子一个偏长轴输出的角色造成一些小细微的影响。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我手残，所以这个影响会更大一些吧。然后就一边打一边绕着它旋转，争取让这个香菱的火轮能多刮到一些。我感觉好像一次也没刮到的样子啊。不得不说，这个第2间打的确实有一点拖延时间啊，只给下半留出了8分40几秒的样子。但是不要紧啊，下半这个4神阵容是非常强力的，3个区讨债人在我面前是掀不起什么风浪的。我们只需要把大招轮流放一遍，然后把他们一吸过来啊，他们就束手就擒了。这个讨债没有成功果然是抠门的林克玩家。打这个镀金女团呼呼开大之后，给他们上演一场华丽的表演。他们的召唤物都出来之后呢，草神挂上草啊，争取往这个风铃猎手这边跑一跑，然后通过万叶的吸力把它吸过来，这么2个聚在一起，击杀的效率就大大的提高了。97人一开大，小草神被击飞了，小草神又被击飞了啊！小草神再被击飞，
啊，我曾3度被击飞啊，这个手残真的是有点没法救啊，不然时间还可以再快一点的。我们在7分52秒的样子进入到了这个双使徒，双使徒真的是还是令人有点头疼的啊。如果上半的龙王发挥再好一点的话，就可以给这个下半留出更多的时间啊，但是没有办法，现在就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啊，幅度太大，然后呢继续连滚键盘啊，把该丢的技能都丢上啊，对他们造成成吨的伤害啊。这个最攻坚的时刻啊来到了，还有半分钟。那么这个半分钟到底能不能把这个使徒的盾给破掉呢？啊，不得不说，他们进入护盾状态之后，这个技能丢的真是让我这30岁的玩家有一点眼花缭乱，看不过来呀。毕竟我这个玩音游就是个手残，那么遇到这种双人的情况，哎呦，刚才真是命悬一线，差点就要重开了。暗夜丢出了一个大之后，时间还有2秒钟，还剩下一个使徒，7分，又是7分钟。我感觉幸运女神在眷顾着我呀。于是我们就这样顺利的来到了下半间啊，第3间对吧？第三间我们迪奥娜丢出这个冰团之后控一控，然后切出龙王，丢出水珠之后呢，就可以对这2个冰胖子实现冻结啊。我觉得这点还是蛮舒服的。带上迪奥娜啊，在打这些闪怪的时候，就可以展现出冰冻强悍的控制能力了。来到第2波怪啊，他们居然把我给打飞了啊！小凡人居敢撼动我水之大全的水龙王啊！给你们吃一吃这个喷水的能力，来自枫丹的水，甘甜，充满生命力。好的，接下去第3波是来自枫丹的机械警卫挑战者，都是老朋友啦。在我枫丹这个叫什么莫芒宫审判庭下工作的这些机械警卫啊，我是纳维莱特大人，难道你们已经不记得我了吗？如果不记得我，就要给你们上一点刑罚啦。啊，难怪我们现在8分56秒打到了最后的一波大挖掘机械。快速的收掉2只小狗之后呢，我们就剩下来和这个挖掘机的1对1，希望可以把它冻住。哎，怎么没冻上？哎，冻上了。来，我们龙王在拼命的喷水，为下半去抢一些时间。终于，我们给下半留出了8分半的时间。我感觉下半的恩典哥其实也不需要8分半。好的，这个恩典哥的话，我这个队伍最大的难点应该就是破冰盾啊，但是不要紧，我已经想好了应对的方式。我们赶紧切万叶出来给他受一下伤，这样的话我们万叶身上就有火附着了，那我一开大就燃出了火风，嘿嘿，简直是鬼才般的计谋。恩典哥都没有想到我有这一手，直接就给我干懵逼了。趁这个机会我就进行一波输出，这个血量掉得非常的快啊，就是拿捏了，哎呀。下去最后一个雷盾还是能比较快速的破的，然后我们辅助开大之后呢，就进入到了一个增伤，当然这个增伤状态可能也没什么用，毕竟我是个灵辅，估计看这几个小人感觉也没增上多少伤，但是不要紧啊，这个时间还有40秒、50秒，恩典哥的血量呢其实已经不多了，然后我们故技重施啊，染上火风，对恩典哥进行破冰盾，然后97人开大啊，作为一个辅助，快速的破除他的这个盾，然后对他进行输出。恩典哥这个时候真的知道自己的这个生命已经达到尽头，还不死心啊，在最后残血的时候还要再来开一个雷盾，没用的。我小草神开大之后，轻松的收掉了恩典哥。这样的话，我们这一期的深渊呢，也就快乐的结束了。那我们下期再见喽。